第71章本能的站立。下午3点，东拜朗船务码头工人协会。克莱恩身穿厚毛衣，外套棕黄色夹克，头戴简单的软帽，让自己的形象更贴近于常见的调查记者，而不是时常参加宴会和采访有身份有地位对象的那种。这样的装束额外花费了他1磅10苏勒。此时他戴着金边眼镜，头发整齐后梳，闪烁着油膏的光泽，脸上没有了乱七八糟的胡须，只得绕嘴唇一周的青黑深渣。身高则比原来多了至少5厘米，力求与昨晚的工人形象有明显区别，让不是特别熟悉的人根本无法产生联想。而他衣服和裤子的口袋里没有了全黑之眼，没有了各种符咒和草药精油，只得一副塔罗牌、一叠便签、一支灌水钢笔、一个皮夹、一把零钱、一串钥匙以及一张假记者证。他不知道兰尔乌斯目前的状态，也不清楚围绕着对方的那些强力非凡者来自哪里，所以谨慎为上，不带任何会引起怀疑的物品。望向前方的那栋2层小楼，克莱恩穿过街道，假装没依赖小丑的直觉发现有好几道目光在注视自己。他推开大门，发现码头工会的布局相当简陋，没有负责接待的女士，也没有宽敞的大厅。通往2层的楼梯位于中央，两侧是密布着办公室的走廊，地上没铺木板，更别提毯子，纯粹只是用水泥砌了一遍。克莱恩侧头看了眼守在门边的男子，靠拢过去道：我是贝克兰德日报的记者，我想采访你们协会的工作人员，了解你们的诉求和渴望。那男子穿着有不少补丁的，部分边角甚至露出肮脏棉絮的外套，内里只得一件亚麻衬衣。听到记者这个单词后，他顿时变得警惕，叠声回答：没有，我们最近没有组织罢工，没有。我想你误会了，我是同情你们的人，我打算做一份专题报道，描述工会在帮助工人上做的那些事情和遇到的实际困难。相信我。克莱恩借助小丑的非凡能力，让自己的眼神显得异常诚恳。这样啊，你去找兰德先生，他是我们负责宣传的委员。右拐，右手边第2个办公室。那男子犹豫了几秒道：谢谢。克莱恩假装松气的行了一礼，感觉到阴暗角落里注视着自己的目光消失了。他背部略有些冷汗的拐向右侧，敲响了对应办公室的门。吱呀，房门打开，一个毛发稀疏的中年男子疑惑的看着他道：请问你是兰德先生吗？我是贝克兰德日报的记者斯坦森，这是我的记者证，我想以工会为主题做一期报道，帮助你们获得更多的关注。克莱恩几乎快要相信自己就是一位记者了。我就是兰德。那中年男子看了眼记者证，明显不太乐意的犹豫着说道：我很难相信你们记者是来帮助我们的，我出生在东区，我知道工人们的生活有多么悲惨。如果你不相信我的意图，你可以始终跟着我，监督我的每一个问题。克莱恩忽然笑笑补充道：我有实际采访资料做出的报道，总比什么都没有，全凭想象写的新闻要好。至少你们可以阐述你们的观点，将事情往希望的方面引导。兰德摸了下自己的头皮，迟疑着回答道：好吧，我会全程跟着你，谢谢。克莱恩险些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之后他在兰德的引领下进入了一个又一个办公室，按照提前预设的问题采访着工人协会的人员。右侧走廊没有收获，左侧走廊没有收获。克莱恩表情如常的踏上木质阶梯，来到2楼。这次兰德带着他进入了正对楼梯口的那个办公室，对里面的人介绍道：这是贝克兰德日报的记者斯坦森先生，他想对你们做一些采访，不过我必须预先提醒你们，有些问题你们有权拒答。克莱恩堆着笑容上前2步，做出要和这个办公室人员一一握手的姿态。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了一道略感熟悉的身影。虽然对方的皮肤变成了古铜色，平凡普通的圆脸变得棱角分明，眼镜也从圆框换成了金边长框，但克莱恩还是凭借占卜家的灵性直觉发现了一丝莫名的熟悉。紧接着他的身体有所颤抖，脸上的笑容差点失控。不好意思，我忽然肚子痛，请问盥洗室在哪里？克莱恩用没拿钢笔和便签的手捂住腹部，尬笑着问道。兰德和办公室内的人员都没有怀疑，纷纷指着门外道：出去，左转，走到尽头就可以看见标识。克莱恩陪笑后退，出了房门，脚步飞快的直奔盥洗室。进去之后，他挑了最靠窗的那个侧格，坐到马桶上，反锁住了木门。他弯下腰背，嘴角咧开，无声笑了起来，笑得似乎直不起腰，
笑得有一滴晶莹的液体落到地面。克莱恩已经确认，那就是莱尔乌斯。这并非基于那很少的熟悉感，而是他在对方身上察觉到了另一种气息，让他印象深刻到极点的气息，而这也是他刚才差点当场失控的主要原因。他身体的战栗来源于本能的畏惧和害怕，他情绪的崩溃来源于记忆深处的惊悚和悲伤。那是真实造物主的气息。克莱恩洗了把脸，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般的继续采访，哪怕面对不知为什么改变那样大的莱尔乌斯，他也按部就班的提出问题，记录答案。做好这一切，他告辞离开码头工人协会，走出了采光不佳、略显昏暗的房屋。外面阴云层叠，薄雾弥漫，就像提前进入了傍晚。真实造物主的气息只可能来源于他本身，他的子嗣，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延伸出来的东西，比如他赐予的物品，比如他的神性。这很符合莱尔乌斯对胡德欧根说过的话语，再加上那一丝莫名的熟悉感，我不用去灰雾之上占卜，也能确认是他。如果不是我已经和真实造物主打了好几次交道，并经常接触他的精神污染，根本没法辨认出那不蕴含力量和位格的气息属于他。克莱恩心情非常凝重，但外表却很轻松。他站在街上，故意整理了下采访便签。这个过程里，他瞄到对面的流浪汉中有道略感熟悉的身影。休女士，克莱恩结合事情的经过，瞬间做出了猜测。他没有停留，收好便签，向着有轨公共马车的站点行去。就在这时，一辆马车突然停在了他的面前。我们又见面了，坐在马车里的是位消瘦但儒雅的中老年绅士。他两鬓斑白的很有气质，正是能协助警方查案的大侦探艾辛格斯坦顿。而克莱恩此时的样子与平常没多大区别，只是高了一点，换了身衣物。真巧，我正在想上次采访你的事情。克莱恩故意这么回答。艾辛格一下领悟，笑着岔开了话题。我是到这边来查案的，西贝尔的死亡案件被剔除了出来，主要由我负责。而他的死亡地点和东拜朗船坞很近，果然是模仿犯罪吗？克莱恩假装自己才知道。寒暄了几句后，他坐上有轨公共马车，没直接回家，转乘着前往希尔斯顿区的克拉格俱乐部。俱乐部的休息室内，他快速去灰雾之上，确认了没谁跟踪自己。到了这一步，克莱恩才彻底放松下来，感觉到了后怕。真实造物主的气息就像噩梦一样，萦绕于他的脑海，让他背部贴身的衣物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克莱恩为了确保万一，于面前具现出了一张黄褐色的羊皮纸和一支深红色的圆幅钢笔，然后熟稔的写下了早就考虑好的占卜语句。之前那种莫名熟悉感的来源放下钢笔后，靠住椅背，他边默念边进入了梦境。在那片灰蒙虚幻的天地里，他看见了一道人影。这人影五官普通，戴圆框眼镜，始终噙着俯视和嘲讽的笑意。正是莱尔乌斯，总算找到你了。克莱恩不再用小丑的能力控制表情，咬牙切齿的自语了一句，旋即他坐直身体，准备回应正义小姐的祷告。克莱恩控制了下情绪，嗓音低沉而淡漠的开口道：无需确认，那就是莱尔乌斯，可以通报给黑夜女神教会，并告诉他们莱尔乌斯身上有堕落造物主的神性。正和苏茜一块看着父亲训练猎犬的奥黛丽听到愚者先生的回应后，当场愣了一下。堕落造物主，这不是真实造物主吗？那个诈骗犯身上竟然有真实造物主的神性，这一个简单的任务竟然牵扯到了真实造物主的神性。果然，我就说愚者先生另外藏有深层次的目的，他在针对真实造物主。不愧是愚者先生，奥黛丽瞬间涌现了诸多想法。第72章午夜钟楼。已经与休福尔斯约定好紧急联络方式的奥黛丽，很快就通过金毛大狗苏茜，将愚者先生的提示当作自己从另外渠道获知的情报，转达给了两位女士。一座旧教堂的角落里，休边思索该怎么确认莱尔乌斯的身份，该如何制造混乱，抓住机会为威廉姆斯报仇，边展开了纸团。无需确认，那就是莱尔乌斯。休的眼睛豁然睁大，急忙扫过了接下来的内容，只见纸张上清清楚楚的写道：只能通报给黑夜女神教会，提醒他们莱尔乌斯身上有真实造物主的神性。真实造物主的神性。休脱口而出，愕然看向面前负责送信的金毛大狗，发现对方也是一脸的懵逼。什么？
福尔斯听着听着，忽然感觉怎么有点不对，忙劈手拿过纸张，飞快阅读。过了片刻，他嗫嚅着嘴唇，不知该笑还是该气的说道：这是在开玩笑吧？我们怎么就掺和进了有关邪神、有关神性的事件？这只是抓个价值200磅的狡猾诈骗犯而已。对于福尔斯的问题，苏倩只能用无辜的眼神来表达，我只是一条狗，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意思。福尔斯也没期待一条狗能解答自己的疑惑，他侧头对修说道：奥黛丽小姐恐怕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天真和单纯，她有着不少的秘密，这也许是贵族与教会与邪教组织的博弈，不过可以明显看得出来，她之前也不知道神性这件事情，她也被人利用了。利用她的人或许就是她的父亲霍尔伯爵。值得庆幸的是，事情到此为止，你不用再冒险了，找人通报后，你就可以安心领取悬赏了，休征了征道。是啊，希望职业者能帮威廉姆斯复仇，他们那么强大，肯定可以，肯定可以。话音未落，他忽然扭头望向旁边，似自言自语般道：我还是太弱了，太弱了。休猛地抬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和鼻子，我还是太弱了，否则我会选择亲手复仇，但现在只能退而求其次。不提莱尔乌斯身边的巨人和隐藏的那些帮手，光是得到了神性的他，我都应该没法对付。只要收到情报，以职业者的反应速度，今晚应该就会动手。贝克兰德教区是仅次于教会总部的地方，有很多封印物，有很多强者，不需要再等待额外的帮手。交代完事情的克莱恩回到现实世界，贴了点胡子，换了个发型，对着镜子发了好几分钟的呆。他有些期待，有些激动，也有些惆怅和无力。傍晚来临之前，他离开克拉格俱乐部，返回明斯克街，途中去了趟杂货市场，随意找了个生意很好、非常忙碌的摊位，买了几张面具，其中包含一张小丑的。他决定今晚去旁观围捕莱尔乌斯的行动，他要亲眼看着对方为之前的疯狂付出代价。当然，以他的实力，肯定只能很远很远的眺望，连靠近的权利都没有。等到11点，等到许多人已进入梦境，克莱恩换上灰蓝色的工人制服，像昨晚一样进行了伪装，接着他戴上鸭舌帽，绕到几条街外，乘坐出租马车，前往贝克兰德桥区域。到了那里，他改成步行，一路抵达东拜朗船坞。他昨天的采访提问中，包含有目前住在哪里、周围的环境怎么样等问题，所以他很清楚莱尔乌斯夜晚会在码头工人协会提供的宿舍内。不过克莱恩并没有靠近那里，谨慎绕开，目标为东拜朗船坞的钟楼。在贝克兰德，除了大型教堂会带高耸的标志性的钟楼，许多政府建筑也会额外配套一个，不一定太高，不一定恢宏，不一定华丽，以实用为主。比如东拜朗船坞的这个，和周边最高3层的建筑相比，它就像巨人一样，耸入夜色，俯视着这片区域。克莱恩轻松翻入钟楼内部，沿着盘旋往上不见尽头的阶梯，在黑暗里飞快前行。终于，他来到了目的地，来到了那巨大的壁钟上方，四周是深黄色的围栏，头顶是伸手能够触碰到的尖顶。上前几步，克莱恩藏到阴影里，分辨位置，眺望向码头工会的宿舍。那是一栋砖红色的2层建筑，偶尔路过的行人在克莱恩的眼里已经接近于了黑点。他凝视几秒，退后一步，更加融入了黑暗。与此同时，他取出新买的面具，戴在了脸上。这是一个嘴角高高上翘，鼻头涂着红色油彩的小丑，开心的小丑。克莱恩就那样戴着小丑面具，站着浓郁的黑暗里，耐心等待着预定的好戏。这一等就是2个小时。当下方大型壁钟的指针越过1点后，他忽然看见远处飞来一样事物，那是一艘有着深黑涂装的巨大飞空艇。如果不是微薄的月华照耀，它将与夜色难分彼此。它不像报纸和杂志上描述的那样，会发出夸张的机械轰鸣声。它的桨叶悄然旋转着，整体安静的如同一只发现了猎物但还没找到机会的秃鹫。坚固而轻盈的合金撑起了棉布的骨架，下方悬挂着有机枪口、投掷口和炮口的箱体，一看就充满了威慑力。没有声音，这是用超凡手段进行了临时的处理吧？戴着小丑面具的克莱恩望着缓慢下降的飞空艇，心里有了一定的猜测。此时此刻，他最大的不解是，城市人口密集区域的小规模非凡战斗竟然派出了飞空艇。不怕大面积误伤周围的市民吗？不怕造成恐慌吗？很快，
飞空艇悬浮在了10米左右的半空。这样一来，克莱恩就更加不用担心自己会被发现了，他的位置比这高许多。观察着下方的情况，他忽然有了个猜测，那就是飞空艇多半不会投入战斗，而是以制空的方式监控现场，为行动人员提供更好的视角，防备意外的发生和目标可能的逃窜。这个时候，那2层的砖红色小楼前悄然出现了3道穿着黑色风衣的身影。为首之人没戴帽子，有一头剃得很短的金棕色头发，墨绿眼眸深沉的仿佛无风无光的琥珀。他衬衫和风衣的领口高高竖着，双掌覆盖着一层鲜红如血的手套，而一个银白金属铸就的手提箱正通过铜色的链条缠绕于他的左手。这正是黑夜女神教会职业者队伍9位高级执事之一的克雷斯泰塞西玛，他同时也是红手套队伍的3巨头之一，这段时间正好在贝克兰德。塞西玛望了前方一眼，侧头对左边的手下道：“使用封印物1到63分。”是。塞西玛阁下那名职业者半蹲下来，帮助塞西玛解开了缠绕银白手提箱的链条。整个过程里，克雷斯泰塞西玛的肌肉都非常紧绷，似乎在对抗着什么。左侧的职业者无声吸了口气，猛地往下一按，让那银白箱子的表面有虚幻的波纹裂开，四周的光芒豁然消失，似乎全都被吸入了箱子内。一口不到1米的古剑散发着润泽的纯白的光芒，徐徐漂浮了起来。他的剑身托着一面古朴的镀银镜子，镜子之内映照出的景象一层又一层，不断叠加，没有尽头。左侧的职业者拿起那面镜子，将它对准了砖红色的小楼。小楼清晰映照入内，一切都似乎没有改变。塞西玛却缓缓吐了口气，伸出左手握住了那口不到1米的古剑，周围的光照随之恢复了一些。我们进去吧。他迈开脚步，向着砖红小楼的入口靠近。3位职业者打开大门，进入了阴沉昏暗的房屋，目标直指通向2楼的阶梯。就在这时，一道高大但瘦削的身影浮现于角落的阴影里，他穿着一身黑色的教士服，有淡黄微卷的头发和野兽般的深棕色眼眸。你就是女神之剑。接近2米的巨人低沉开口。与此同时，他的右掌猛然握紧，砰砰砰，这栋砖红色小楼内的工会人员在睡梦中一个接一个的炸开，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他们的身体4分5裂，化成了粘稠的浓郁的血肉，一半涌向巨人，要织成能抵御法术减少伤害的披风，一半凝聚成长毛的巨毯，覆盖向3位职业者。克雷斯泰塞西玛只是静静看着，什么都没有做。无声无息间，那些血肉消散了，崩溃了，如同雨点般落下，却没有染红地板。而各个房间内，一道道人影重新浮现，依然在熟睡。这是镜中的世界，只针对非凡者的镜中世界。你预设于那些普通人身体内的血肉炸弹，在这里都是虚幻的。塞西玛将那口圣物古剑交于右手，扬了起来，四周彻底没有了光芒。哼！巨人突然用右掌抓住左肩，猛地将整条胳膊撕扯了下来，然后连骨带血的丢往正前方。轰隆！他那条手臂炸弹般爆开，化作满天的血雨泼向3位职业者。与此同时，他左肩断口处血肉开始疯狂蠕动，缓慢长出了一条新的胳膊，暂时还没有皮肤的血淋淋胳膊。啪啪啪，滋滋滋，那些血色雨点准确的避开了塞西玛等人，落到了地板上，飞快腐蚀出又深又黑的痕迹。但不管他们怎么努力，总是与3位职业者差之毫厘，就像命中注定的一样。我的敌人往往都不够走运。塞西玛嘴角微翘，脚步一滑，瞬间就闪现到了巨人的身前。巨人目光一凝，身体忽然如蜡烛般融化了，化成了粘稠的血肉，飞快渗透入地板。塞西玛顺势单膝跪地，将手中的圣物古剑插入了地面。不！浓郁的黑暗里，一道蕴含着疼痛与恐惧感觉的怒吼刹那爆发，旋即被安宁与沉静彻底吞没。塞西玛站直身体，抽出古剑，看见他的尖端有一滴暗红的血液缓缓下坠，而地板之上血肉沁出，凝固成了一张绝望的脸孔，正是嘴角微微下垂的巨人。啪啪啪！塞西玛的身周连续有3道阴影浮现，但他们全部莫名其妙的跌倒了，被许许多多的无形之物强行拽倒。砰砰砰！另一位职业者开枪了，银白的子弹表面似乎铭刻着黑夜圣辉。3位躲于阴影想要刺杀的袭击者现出了身形，抽搐着失去了气息。
强为主教，隐修士。极光会的人赛西玛皱了皱眉头，没转向同伴的低沉开口道：“这件事情有点不对，很奇怪，你们要小心。”他话音未落，就听到了哒哒哒的脚步声，回荡于安宁和寂静中的脚步声。旋即，他看见穿亚麻衬衣、脸庞棱角分明的兰尔乌斯沿着昏暗的楼梯走了下来，表情淡漠而平静，没有一丁点恐惧。我很疑惑，对极光会而言，你应该是亵渎者才对，他们为什么会派人保护你？塞西玛似乎没察觉到异常的随口问了一句。兰尔乌斯露出标志性的嘲讽笑容道：“这很简单，因为我不再是纯粹的兰尔乌斯。”他顿了顿，目光突然变得冷酷。我现在更是真实造物主。他霍地拉开了自己的亚麻衬衣，露出胸腹间没有皮肤的部分深红色血肉，这些血肉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倒吊着的人影。轰然之间，四周的虚空玻璃般破碎了，所有的场景崩溃式瓦解了。这是神灵的气息。第73章，嘲讽的笑容。东拜朗船坞的钟楼上，戴着小丑面具，藏于深沉黑暗里的克莱恩一直在安静的凝望码头工人协会的宿舍，凝望悬浮于他上方的飞空艇。他看不见具体的战斗过程，更无从得知砖红色小楼内的行动进展到了哪一步，只能强行忍耐，从周围场景的变化，从偶尔路过的黑色小点，去判断状况是好是坏。就在这时，他看见那片区域的一盏盏煤气路灯忽然熄灭了，全部熄灭了，那里变得一片漆黑。紧接着，一种让他印象深刻到极点的感觉从砖红色小楼内爆发往外，哪怕隔着很长一段距离，克莱恩也忍不住浑身战栗，双腿发软，腰背下弯。那是从本质上俯视着、碾压着生灵的感觉，那是无法抗衡、无法面对的感觉。不可直视神。恍惚之间，克莱恩仿佛回到了当初，回到了黑金级安保公司的大厅，似乎自己正在开启灵视，想要窥探梅高欧斯的精神状态，窥探他肚子里的婴儿。那种感觉与现在一模一样，不，现在更极端，更可怕。怎么会这样？兰尔乌斯不是只有一点真实造物主恩赐的神性吗？顶多再加一两件相应的物品，怎么会弄出邪神正在降临的味道？克莱恩还未来得及摆脱身体的战栗和思绪的脱缰，就突然感觉到一片深沉、宁静、幽邃的黑色吞没了先前那不可直视、不可窥探、不可对抗的味道，两者同时泯灭，周围的一盏盏煤气路灯相继又跳跃出了还算明亮的火光。刚才止不住下坠的飞空艇重新浮了上来，所有都恢复了最开始的状态，似乎没有半点改变。但克莱恩不这么认为，他用力站直身体，明白砖红色小楼内发生了至关重要的事情，不再有那种本质和层次都超越非凡者的感觉，不再有邪神降临般的味道。这说明真实造物主或者兰尔乌斯的谋划失败了，但职业者那一方应该也遭遇了严重的打击，未必还有余力。这时克莱恩心中一动，忙解下左腕袖口内的灵摆，单手持握，低沉出声道：目前的兰尔乌斯不再具备危险性。快速重复了7遍后，他睁开眼睛，看见黄水晶吊坠在做逆时针旋转，但速度不快，幅度不大。这表明兰尔乌斯现在依然是危险人物，但程度已相当低。克莱恩更关注的则是另外一点，占卜没再失败，这说明兰尔乌斯已经与真实造物主赐予的神性分离，本质上有了分离。进入骨髓的冷风吹过，克莱恩获得打了个冷战，觉得似乎有电流瞬间从他的脚底钻入了他的脑海。也许我可以做点什么，他猛然闪过了这么一个念头，不再犹豫，于黑暗的钟楼顶层逆走4步，进入了灰雾之上。他没浪费时间，直接坐了下来，具现出一张黄褐色的羊皮纸，具现出一条占卜语句。兰尔乌斯的逃跑路径，克莱恩向后一靠，飞快默念，进入了深沉的梦境。那片虚幻、支离、迷蒙的世界里，他看见了流着污水的沟渠，看见了昏暗肮脏的通道，以及一根根有了点锈迹的金属管道。那里是局促的、封闭的，那里是下水道。克莱恩一下苏醒，当即用灵性覆盖自身，坠入了灰雾之内。他刚返回现实世界，立刻退后了几步，来到钟楼背对飞空艇的那侧。克莱恩未走盘旋的楼梯，直接翻出了深黄色的围栏，借助建筑物表层的平台、凸起和装饰，一层一层的往下跳跃，身体平衡的就像行走于地面。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他的双脚就踩在了厚实的街边石板上。砖红色小楼内，两位戴红手套的职业者倒在了门边，昏迷不醒。那面古朴的镀银镜子滚到了角落，但却不再有丝毫特殊，完全看不出来是一级封印物，但可以明显感觉到它正一点一点的恢复着。克雷斯泰塞西玛单膝跪于交叉口，两侧的眼角各有一行似血似泪的液体在滑落。他金棕色的短发无力的耷拉着，竖着的风衣和衬衫领口已变得破破烂烂，露出了他较尖的下巴和薄而刚硬的嘴巴。不断喘息中，他每颗牙齿上都浮现出了一张面容扭曲的半虚幻半透明脸孔。塞西玛戴着红手套的左掌支撑着地面，本人艰难地挺直脖子，望向前方。他的正前方是通往2楼的阶梯，阶梯之上站着亚麻衬衣完全敞开的莱尔乌斯。莱尔乌斯直挺挺地立在那里，胸腹之间插着那口纯白的、润泽的圣物古剑。那些没有皮肤的血肉勾勒出了倒吊人影的血肉，此时全部消失不见，留下了一片空洞。隐约之间，甚至能通过这片空洞，从莱尔乌斯的身前看到他的背后。莱尔乌斯非常困难地动了一下，突然大声笑道，疯狂笑道：哈哈哈哈，感谢你们，我真的要感谢你们，真的，看我诚恳的眼睛，我确实要感谢你们。如果不是你们及时发现并赶到，再有几个月，我就真正成为真实造物主降临的载体了。那时候，我的状态和死了有什么区别？塞西玛听得明显愣住，不敢相信被自己奋力破坏掉最大依仗的家伙，此时竟那样的高兴。他此时想站，站不起来；想反抗，无力反抗。拉尔乌斯看出了他的疑惑，咳嗽着笑道：你知道吗？对我这种人来说，做了一件很值得自豪的大事后，无人分享是最难过的。可我在停根室的时候，被真实造物主骗了，他不仅通过制造子嗣来回归，而且还隐蔽的在我身体内种下了树苗部。我甚至认为梅高欧斯的孩子只是他的幌子，他甚至没有要求极光会的成员去保护他，去引开注意。他似乎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情会失败，他真正的降临布置在我身上，他赐予我的神性在我抵达贝克兰德后，突然与我体内的树苗结合了。哈哈，你能想象吗？我在被一点一点替换，被他一点一点替换，等到最后，我就将成为真实造物主。我还没想出办法，就被极光会的人根据神性的感应找到了。还好，他们都是些脑袋简单的疯子，哈哈，愚蠢的人总是那么多，嗨嗨嗨。莱尔乌斯吐了口淤血，似乎恢复了些许行动力。他艰难地往前走了一步，棱角分明的脸庞不知为什么突然柔和了许多，与原来更像了。莱尔乌斯伸掌按住楼梯的扶手，充满嘲讽意味的笑道：还好，真实造物主想要彻底降临，想完全的替换掉我，需要大量的悲观、绝望、麻木、愤恨和原始的恶，只有贝克兰德，只有东区、工厂区加码头区才能满足他的要求。这就给了我机会，给了我与其他人接触的机会。我知道，单纯通过接触的人报警是不现实的，因为我接触的人很可能也是极光会的成员。我最开始想煽动罢工，让警察部门注意到我，结果被极光会的人警告了，折磨了一顿，只能匆忙结束。我装作有点失控，得到了去下水道发泄的机会。在这个过程里，我隐蔽的用血液污染了一些居住在那里的生物，让他们变成了凶恶的变异怪物。可惜的是，在你们借此查过来之前，这件事情又被极光会发现了，他们好像有成员死在了变异怪物的手上。哎，我现在没有了神性，没有了树苗，血液不再有这样的效果了。在那之后，我被控制的更加严格了，但我还是找到了一个机会，我杀了个妓女，用最残忍的办法，想引起警方的关注。谁知道极光会的人竟然把这件案子伪装成了连环杀人案的一部分，我还是没能等到解救。我没有类似的机会了，只能换更巧妙的办法。我主动要求最凶恶、最疯狂、最激进的极光会成员来看管我，而这正符合他们的想法。嘿嘿，他们就不能用脑子想一想吗？这种疯子随时会惹出事。果然，你们来了。呼！这时，拉尔乌斯吐了口气，活动了下身体，似乎终于摆脱了残余的影响。他抽出了插在胸腹间的那口圣古剑，惋惜的说道：真是遗憾啊，不能带走它，否则我很快就会被你们锁定并找到那口纯白古剑完全离开他的身体后，夸张的伤口却没有留下一滴血液，消失的部分似乎并不属于莱尔乌斯。莱尔乌斯右手按胸，对着克雷斯泰塞西玛等人行了一礼。外面飞空艇上的人应该快恢复了，我不能再停留了，感谢你们，
由衷的感谢，虽然你们很愚蠢，但终究帮到了我，对你们这帮愚蠢的家伙来说，这是你们的荣幸。说到这里，他直起身体，用满是嘲讽意味的笑容道：再见，愚蠢的职业者们，用你们的生命为我送行吧。他握着那柄圣物古剑，猛地上前几步，试图刺向克雷斯泰塞西马。可这个时候，他的眼皮却开始变沉变重，整个人只想倒下睡觉。原来你还有点力量，这就麻烦了。拉尔乌斯轻咬舌头，突然将手中的圣古剑扔了出去，投向昏迷在门边的职业者。不，塞西玛用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力量挥手，让无形的事物引偏了圣物古剑。拉尔乌斯抓住这个机会，噔噔噔跑向侧方，从走廊尽头的盥洗室窗户位置翻出了砖红色的小楼。紧接着，他弄开街边的井盖，攀爬急坠，进入了下水道内。拉尔乌斯对这里似乎非常熟悉，哪怕周围一片漆黑，他也能奔跑、跳跃、转弯，飞快地向着迷宫般的下水道深处逃去。突然，他本能停步，后仰了下身体，噗！一张纸牌深深插入了他的右胸，边缘迅速有血液下滴。拉尔乌斯抬眼望去，借助本身的黑暗视觉看见了袭击者。那是一个穿工人制服的中等身材男子，他脸上戴着嘴角高翘、鼻头通红的面具。那是一个快乐的小丑。第74章死战。视线对上的刹那，拉尔乌斯猛然弯腰，合身前滚。当一张牌面为天使与号角的塔罗牌如同飞刀，锐利的插在了下水道的墙壁上，而它位置的高度正好与先前拉尔乌斯的脖子平齐。当当当，拉尔乌斯或翻滚，或侧跃，或前扑，动作异常敏捷的避开了接连而至的3张纸牌，让它们与墙面、与石板、与水泥激烈碰撞，发出金属被敲击般的回响。与此同时，他用眼角余光看到那个戴小丑面具的男子身形不比自己慢多少的紧紧跟随着，一手握住厚厚的层叠的纸牌，一手熟稔的发牌派牌。纸面上那长出了五官的太阳映入眼帘，拉尔乌斯左手在墙上一撑，整个人腾空跃起，大幅度变向。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嗖的声音，脚踝突然一阵剧痛。发了2张牌，一张稍微滞后，正好对准了我躲避的方向。他能预知我的动作。拉尔乌斯心头一凛，刚一落地就忍着疼痛再次翻滚。当他原本的那个位置又插上了一张塔罗牌，不断颤抖的塔罗牌。直到这个时候，拉尔乌斯才瞄到自己右侧的脚踝处，深深嵌入了一张纸牌，上面描绘的星辰、水瓶和圣水已染上了鲜红。嗖嗖嗖！拉尔乌斯根本没有思考和处理伤势的机会，一张接一张的塔罗牌化身为犀利的飞刀，射向了他身体的不同部位。很快，右脚和胸口的伤势，胸腹间那片空洞的残余影响，先前至少半神级的碰撞，让序列90偷盗者以速度快、敏捷高著称的他开始变得迟缓。啪！一张纸牌被他打飞了出去，但他的腕部却被割出了深深的伤口，不断流淌鲜血的伤口。职业者和军方人员很快就会追过来，不能再耽搁了。此时此刻，拉尔乌斯的头脑非常清醒。突然，他停在原地，不再闪避，任由一张表面描绘着恶魔的纸牌准确命中了他的脖子。几乎是瞬间，他身上插着的那一张张纸牌被弹飞了出去。他脖子、右胸、腕部、脚踝的狰狞伤口有血色在疯狂蠕动，长出了一个又一个肉芽，形状恶心的肉芽。拉尔乌斯的皮肤之上刹那凸起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它们泛着铁色，似乎连成了一套全身盔甲。当一张塔罗牌射来，被细密的疙瘩们直接弹开。眼眸染上了血红的拉尔乌斯望着对面停下动作，收起纸牌的小丑，半笑半讥讽的说道：不管怎么样，被神灵这么折腾了一次后，总是有些收获的。话音未落，他左脚一蹬，越过了流淌的污秽河水，扑向了对面的敌人。戴着小丑面具的克莱恩像是早有预料般侧闪了一步，左手随之从衣兜里抽出，紧紧握成了拳头，炮弹般冲打向拉尔乌斯的太阳穴。砰！拉尔乌斯侧身挥肘，竖起小臂，准确的反打中了对手的拳头。那狂暴的力量山洪倾泻般袭来，克莱恩竟一下被带动了身体，脚步出现了踉跄。啪啪啪！一声又一声脆裂的爆响在克莱恩耳畔炸开，一记比一记重，一记比一记快的拳头不断映入他的眼眸。
他似乎忘记了要保持平衡，顺着脚步的踉跄，猛地向侧方扑倒，然后借助左肘的支撑，变向滚动。啪啪啪，砰砰砰，莱尔乌斯拳打脚踢，又快又猛，克莱恩好几次险些被击中，但总能依靠夸张的平衡能力以违背常理的动作幸运闪避。他时而在墙上，时而在地面，似乎正表演杂技。他表现得非常沉稳，一点也不急躁，好像打定了主意要尽量拖延战斗，等职业者和军方人员追赶过来。可一旦莱尔乌斯出现夺路而逃的迹象时，他又必然死死纠缠，不给机会。啪！莱尔乌斯一拳逼得克莱恩借助墙壁的反弹做了回空中飞人，自身则毫不犹豫地转向，往另一条通道逃遁。克莱恩脚尖点地，身体即将如炮弹一样飞射出去，直扑莱尔乌斯的背心。这个瞬间，他的脑海内突然浮现出了一幅画面：莱尔乌斯像是没有骨头般，强行让上半身扭转了过来，一拳打在了他的身上。这是属于小丑的直觉预感，没有迟疑，没有犹豫，克莱恩主动减少了后续的力量。啪的一声中，他依然扑了出去，但比预计无力了不少。咔嚓，让人牙酸的摩擦声里，莱尔乌斯双腿未动，上半身豁然扭了回来，脸朝正后，脚尖指前。这样惊悚的画面中，莱尔乌斯一拳前冲，轰向克莱恩的头部，力量猛烈到空气都发出了爆炸般的响声。轰！他的拳头命中了虚空，距离克莱恩的脸还有20-30厘米的距离。荡起的劲风吹动了克莱恩的头发，但他没借助这个机会攻击敌人，反倒低沉嘶哑的诵念出了一个古赫密斯语单词：绯红符咒。莱尔乌斯额角一跳，当即扑向侧方，试图躲避。但这个时候，克莱恩却并没有扔出符咒，而是紧紧握着左拳，跟随莱尔乌斯行动。他同样扑向了侧方，同样跟着打滚，两人的距离只稍微拉开了一点。他在欺诈我。莱尔乌斯刚闪过这么一个念头，眼眸内就清晰倒映出了小丑那高高翘起的嘴角，以及他左拳内不知什么时候燃起的暗红火焰。莱尔乌斯的目光顿时凝固，轻微的噼里啪啦声随即传入了他的耳朵，深沉宁静的感觉瞬间弥漫，同时笼罩了克莱恩和他。他想做什么？他想让两个人同时被影响，以便后续的职业者和军方人员赶到。莱尔乌斯的眼皮沉重垂落，他之前强压下去的疲惫和虚弱借此疯狂反抗。他竭力支撑着不让自己睡着，想要依靠现在身体的特殊强行度过沉眠效果最强烈的阶段。而克莱恩没做丝毫的抵抗，迅速进入了沉眠。但是当他不自然睡着的时候，他会本能的清醒，这是他对抗通灵和入梦的特殊之处，这是他当初侥幸从雪伦夫人手上逃过一命的依仗。刚才的战斗里，他在纸牌飞刀无效后，立刻就拿出了沉眠符咒，紧紧握在掌心，等待使用的机会，等待影响自己也影响敌人的机会。仅仅一个刹那，梦里异常理智的他强行挣脱了出来，双眼内清晰映照出了摇摇晃晃的莱尔乌斯。呼！克莱恩整个人忽然变得非常冷静，就像面前只是一个靶子。他猛地吸了口气，转动腰背，拉扯肩膀，往前刺出了拳头，用尽全力的刺出了拳头。砰！咔嚓！他的拳头狠狠打在了莱尔乌斯的咽喉位置，打出了骨骼破碎的声音，打出了血肉飞溅的效果。莱尔乌斯倒退了2步，贴住了墙壁。那剧烈的疼痛终于让他摆脱了沉眠的影响，但是他身上的细密铁色疙瘩却全部褪去了。而克莱恩一拳命中之后，左手已探入口袋，抽出了2张纸牌。嗖！2张塔罗牌各自插入了莱尔乌斯的一只眼睛，血色的液体瞬间往下流淌。莱尔乌斯竟然忍住了这种疼痛，没发出凄厉的惨叫，他猛然前扑，要做最强烈的挣扎。克莱恩没有顺势攻击，早有预料般的侧过身体，退了一步。紧接着，趁莱尔乌斯扑到空处的机会，他2步赶至对方的身后，双手一搭，缠住了敌人的脖子。咔嚓！克莱恩双臂发力，猛然转身，就此扭断了莱尔乌斯的脖子。做完这一切，他退后2步，看着对方。莱尔乌斯插着纸牌的双眼无力前望，身体缓缓软倒。与此同时，他非常疑惑的断断续续的问道：为什么要杀我？戴着小丑面具的克莱恩注视着眼前的仇敌，
相当淡漠的回答道：“不为什么，不。”莱尔乌斯双眼圆睁，难以释怀的倒至下水道的地面，气息终于散去。就在这时，似乎非常平静的克莱恩猛然上前一步，紧绷右腿，用尽全身力气的踢出一脚，踢在了莱尔乌斯的脑袋上。砰！本就血肉模糊、骨骼破碎的脖子再也无法承受这种压力，莱尔乌斯的脑袋皮球般飞了出去，重重撞在墙上，撞出了红的白的一片。克莱恩望着这一幕，突地伏下了腰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他疯狂的低声笑着，脸上的那张小丑面具是如此的快乐，那高翘的嘴角，那鲜红的鼻头，那抹白的脸庞是如此的快乐，哈哈哈哈哈哈哈！克莱恩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笑得比哭还要难听。过了几秒，他终于平息了下来，缓缓直起身体，对下水道内最幽暗的地方挤了下左眼，然后他翘起嘴角，无声自语道：“队长，你看，我们又拯救了鲁恩一次。”一滴又一滴的液体悄然划过，落在了他的衣领上。这一刻，他感觉到自己的小丑魔药彻底消化了。第75章，充满象征意味的现场。没有光照的下水道内，克莱恩擦了下脖子，重新将注意力转回了莱尔乌斯破裂的脑袋和无头的尸体，转回了插在对方双眼上的2张塔罗牌。他原本想将扔出去的飞刀全部收回，抹掉相应的线索，但却发现了一个非常现实、非常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他没有黑暗视觉。他能够在一片漆黑的下水道内疯狂赶路，并与莱尔乌斯激烈战斗，依靠的是灵视。他能看见莱尔乌斯的气场颜色，能看见各种生物的灵性光辉，并隐约把握到他们照亮的地方，借此辨别道路。可惜的是，他现在用的这副塔罗牌并非当初来源于职业者小队的那副，没有灵性铭文，普普通通，毫无特点。这样的环境下，克莱恩可以借助本身的气场、颜色和灵性光辉分辨四周很小范围内的事物轮廓，却没办法在隔着一段距离的情况下看见插在墙上、地面散落于各处的纸牌。刚才他和拉尔乌斯一路激战，并没有局限在某个地方。当然，他相信只要给自己充足的时间，找回早期扔出去的塔罗牌并不是什么太艰难的事情。可问题的重点在于追捕莱尔乌斯的职业者和飞空艇上的那些军方人员，下一分钟或许就会赶到。不能在这方面大意。我一直戴着手套，这副塔罗牌又是来贝克兰德之前买的，属于全国统一款。我平时基本没用过它，即使随身携带，大部分时候也是和阿兹克先生的铜哨放在一起的。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很难通过他们定位到我，顶多借此还原一部分战斗场景。而我脸上有面具，鞋子有垫高，各种想法瞬间闪现，克莱恩迅速就有了决定。他转向兰尔乌斯的无头尸体，蹲了下来，探出戴着黑色手套的右掌，飞快寻找起对方身上的遗留物品。克莱恩没有进行通灵仪式的想法，一是之前邪神降临般的感觉让他印象深刻，不敢盲目通兰尔乌斯的灵，除非带去灰雾之上；二是职业者和军方人员随时可能赶到的情况下，他不觉得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布置仪式，自己召唤自己，自己响应自己，然后到灰雾之上通灵。该放弃就放弃。克莱恩无声自语了一句，将手从兰尔乌斯的身上收了回来。这位疯狂的诈骗犯逃跑的似乎非常匆忙，没带现金，没带材料，没带符咒，只贴身放着一个眼珠大小的徽章，上面有轻而薄的灵性光辉在静静闪耀。克莱恩不害怕这件物品能被定位，因为他打算等下就丢到灰雾之上慢慢研究。于是边站直身体，边将徽章放入了衣兜。他凝望了兰尔乌斯的尸体一眼，没去等待非凡特性析出，用戴着黑色手套的左掌将剩余的塔罗牌拿了出来。紧接着他伸直左臂，让手掌处于兰尔乌斯尸体的正上方。豁然之间，克莱恩松开了手掌，任由那一张张塔罗牌哗啦啦掉落，叶子般覆盖到了那具无头的尸身上。它们有的表面朝上，绘着图画和数字，有的背部暗红，花纹隐现。做完这一切，克莱恩又拿出阿兹克铜哨抛了几下，然后才头也不回地向着下水道深处跑去。过了快2分钟，一道道人影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他们有的穿着黑色厚风衣，有的则是一身设计有型、剪裁得体的类军服。为首者是剃着纯白古剑的克雷斯泰塞西玛，他的红色手套沾染着尘埃，坚毅的脸庞透出明显的疲惫与虚弱。他们停在了距离尸体几米的地方，
借助黑暗视觉看见了莱尔乌斯的尸体和位于墙边的脑袋。那脑袋上插着2张塔罗牌，一张是皇帝，一张是命运之轮。无头的尸体表面则覆盖着更多的纸牌，其上分别描绘着胜利者驾驭的战车，披着长袍、提着灯的隐士，骑着白马、穿着盔甲的死神，以及更多的圣杯数字牌、权杖数字牌等。周围的墙上和地面同样或插或躺着恶魔、太阳、审判等塔罗牌，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某个诡异仪式的现场。莱尔乌斯属于那个注定被牺牲的祭品。克雷斯泰塞西玛无声吸了口气，眉头紧紧皱了起来。他周围的非凡者们则被黑暗环境中这幅既惊悚又神秘的画面弄得短暂没能回神。远离莱尔乌斯的死亡现场后，克莱恩迅速找了个出口离开，扯下小丑面具，在煤气路灯的阴影里向着东区快步前行。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处理过鞋底的污迹，一直到进入东区，抵达黑棕榈街，他才稍微松了口气。然后于租住的一居室房屋内快速举行了自己召唤自己、自己响应自己的仪式。灵体状态的克莱恩将今晚穿的全套衣物、剩余的符咒、草药、精油，连同莱尔乌斯那里拿到的徽章一起搬到了灰雾之上，用灵性火焰烧掉了相应的线索。呼，他吐了口气，终于有空闲看一眼得自莱尔乌斯的那枚徽章长什么样子。这徽章只有眼珠大小，正面会刻着命运与隐秘的象征符号，背后则是一圈紧凑细小的古赫密斯语铭文。持有此物即可加入，什么意思？莱尔乌斯还是某个隐秘组织的成员？克莱恩揉了揉额角，在身心都很疲惫且时机并不合适的情况下，果断放弃了研究，打算等塔罗聚会之后再琢磨。他迅速离开灰雾之上这片神秘空间，换上另一套衣物，除去了之前做的伪装。不过他没急着返回明斯克街，打算睡到第二天早上再走。这是因为凌晨之后在街上行动本身就容易引来查探，而刚才又发生了那么一起事件。躺至床上，克莱恩望着窗外月光收敛的夜色，心灵逐渐沉静。完成初步的复仇后，他觉得自己卸出了很大的包袱，丢掉了许多压抑，比起前面一段时间，精神状态明显好了不少。因斯赞格威尔和封印物0到8分都不是目前的我能够应付的，而且差距非常大，只有成为高序列强者，成为半神半人师的存在，才有资格掺和这件事情。晋升序列4之前，我会假装他们并不存在。我现在已经彻底消化掉小丑魔药，等非凡材料集齐，就能晋升为魔术师了。之后还有无面人、密友大师，以及我还不知道名称的对应序列4。除此之外，做个正常的侦探。克莱恩心境宁和，思绪发散的想着未来一段时间的安排，不再那么急躁，不再那么压抑。想着想着，他嘴角微微上翘，无声自语道：队长、班森、梅丽莎，你们应该更喜欢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吧。天刚蒙蒙亮，码头工人协会的宿舍门口就来了一批戴手术帽和白口罩、做医生打扮的人。为首那位一看就很有经验的老者对迷惑茫然的住客们说道：你们这栋房屋发现了传染性疾病，已经有一个叫做凯文的人因此过世，我们会提供免费的治疗。这种传染性疾病有特效药，只要你们及时服用，就不会有事。凯文，一位位住客惊愕出声，左顾右盼的寻找起那位叫做凯文的同事，但未有任何发现。那是兰尔乌斯的化名。见这个慈善医疗组织有认识的警察陪同，住客们不再怀疑，开始忐忑的排队领取药物。第一个是有着一把大胡子的中年男人，他非常紧张地问东问西，害怕一瓶药剂无法对抗那种烈性传染病。直到医生们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他才仰口喝下了那瓶色泽蔚蓝的特效药。接着他被扶到旁边，将嘴巴对准了一个只有同样大小的孔洞。哦哦哦！这男子突然反胃，剧烈呕吐，吐出了一团酸臭血腥的东西。他正想半撑身体移动视线的看一眼自己吐出了什么，却被2位有力的护士强行架开了。那嘴巴大小的孔洞位于一个铁黑色的金属桶上，桶的底部昏暗深沉，几乎没有光照，而就在那里静静躺着一滩黄绿色的液体，液体的中央是一小块血色的肉，肉上长满了细密的黑毛。哦哦哦！一位位住客服下了药剂，于不同的金属桶前痛苦呕吐。皇后区霍尔伯爵家的豪华别墅内，你怎么突然这么早来拜访？奥黛丽望了望外面的天色，又看了看面前的格莱林特子爵道，
格莱林特环顾一圈，只发现了一条蹲在旁边的金毛大狗，于是压低嗓音道：“我本来打算去赛马场的，结果路上遇见了康斯，他告诉了我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真的很有趣，我想着正好会路过这里，就过来分享给你。什么事情？”奥黛丽饶有兴致地问道。格莱林特没去注意用词的回答：“你应该听说过极光会吧？就是刺杀英第四大使的那个极光会。他们被逮住了，死了好几个重要成员，一个非常大的图谋因此而失败。我还以为是涉及真实造物主神性的事情，修他们昨天傍晚就找人通报上去了，夜里正好行动。等等，极光会崇拜的好像就是真实造物主。”奥黛丽眼睛一亮，矜持地追问道：“什么图谋？”“我不知道。”康斯不肯说，他只告诉我，负责这个图谋的是以前一个被通缉的诈骗犯，叫做兰尔乌斯的诈骗犯。格莱林特摊了下右掌。果然，奥黛丽微不可见的颔首，没有掩饰自身好奇的问道：“他被抓住了吗？”“他死了，但不是死在我们的人手里。”格莱林特顿了顿道：“这就是我说的很有意思的地方。他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覆盖着许许多多的塔罗牌，周围也是。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塔罗牌，尸体覆盖着许多塔罗牌。”奥黛丽先是一怔，旋即明悟，这是我们塔罗会做的，这是愚者先生的卷者做的。